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赵丽颖多次视讯被开除，最终她是靠无私之眼来扮演晴儿的。开始的时候，赵丽颖不为人知的时候，她可以承担几个配角。那个时候想起台词就哭不出来的赵丽颖，在戏里也哭不出来。她怎么可能战胜琼瑶来接替晴儿这个角色？在新形式的《还珠格格》上任之际，赵丽颖原本需要扮演小燕子的角色，但出现在现场后，却在武阳阳的一场盛大聚会上看了一眼，她选的小燕子又是这个节目里的一句空话。当我看到台词时，我只是让她看起来很愚蠢。那时候赵丽颖就尝试过小燕子的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台词太多，她也无法无休止地保留台词，而且她在现场的表现也不好，所以小燕子的工作就过去了。赵丽颖，尽管她不允许首领喜欢她这个小燕子，但赵丽颖的娇柔气质还是深深地吸引着首领。首领给了赵丽颖第二次尝试的机会，相信她可以尝试紫薇的工作。赵丽颖也明白首领毫无疑问偏爱她，给了她一次机会，于是赵丽颖就尝试了紫薇的工作。赵丽颖这次回忆台词，不过作为一个普通的琼瑶女强人，剧中紫薇的哭戏应该是关键。既然哭戏真的很难破，赵丽颖这个绝对不是高手的赵丽颖，综合考虑，琼瑶剧中的哭戏在这个行业应该算是屋顶级别的存在了。赵丽颖也在那儿继续想哭，可是怎么哭都哭不出来。然后往往可以想象，赵丽颖并没有吃惊，又被刷了一遍。赵丽颖被预测2次选拔赛，一开始她觉得自己会错过《新明珠》这档节目，然而惊人的好运会偏向每一个倒下的人，所以在这部剧的投影结束后，赵丽颖就这么巧合地得到了团长打了个招呼，相信赵丽颖可以担当晴儿的角色。团长之所以让赵丽颖接替晴儿的角色，理由可能正如金星所说，个人是有弹性的。拍完一部电影，让自己归零，眼睛归零之后，他的眼睛又变得纯洁了。这就是我们整体经常称之为冷眼的东西。正是这种心不在焉的直接结果，赵丽颖终于准备好在这部剧中出演晴儿一角了。赵丽颖在本期节目中的表现，同样让不少观众觉得她是最接近第一形态的人。赵丽颖饰演的晴儿也适度还原，也正是她的直接结果，不管演过多少工作，最终如金星所说，她的眼神竟然变得纯洁，每次演完都能恢复到最好的状态。赵毅然丽颖可以选择在这条街上无休止的走得更远的理由。赵丽颖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走到了现在，无疑是直接的结果。刚开始的时候，考虑到目前很多人都不抱希望的情况，通过自己的一点一滴努力，他已经完成了现在的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他缺乏自豪感。着急了，努力磨练自己的演技，不断的努力自己，才能得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赵丽颖。不知道你最喜欢晴儿的哪一部改编呢？你喜欢赵丽颖饰演的晴儿吗？02嗨星期六，程毅和王鹤棣变身漫画，程毅的2大名场面爆笑。在最新一期的嗨星期六节目中，6连的个人和飞行的观众为人群组织了一场不言而喻的比赛。基层艺人谭健慈、荣梓杉前来报道。更何况P姐的2位老哥吴卓羲和林峰也同样陷害了同谋，共同抗衡。由于谭健随意推进自己的新节目，并与他人合作，节目组特别欢迎杨迪为王鹤棣扎根，并陷害了猴子家族的帮凶。这个问题的原则是，不同的个体作为第6事务所的工人，需要争夺考试储备金，最后2次资产最小的个体聚集应该被拒绝。程毅虽然大部分作品都在横店，但被称为横店的无情劳动者。自由度经常在拍完一部电影后，他会完美无缺地进入下面的团队。他很少参与各类无剧本电视剧的录制，但每次他参与的剧场版录制，都为观众留下了无数的好戏。
而程毅之所以会给观众留下综艺感很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他呆萌的性格。每次参加团队比平时，他都会因为记不住规则而出现和别人频率不同的动作，还会因为各种奇葩的脑洞创造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金句。在搭档合作猜词环节中，规则要求搭档双方需要用方言描述题板上的关键词信息，但不能透露任何关键词。程毅选择了自己非常喜欢的粤语，不过观众评价这粤语中略带有一些塑料的感觉，但反而呈现出了很搞笑的效果。程毅组抽到的关键词是蜜蜂将自己的嘴巴扎成了香肠嘴，因为程毅录制节目时选择了一身黄色修身衬衣，因此蔡文静描述的关键词颜色是与她衣服颜色一般。听完这句话后，程毅的第一反应是黄牛，这奇葩脑洞也是让众人没有想到了。虽然蔡文静用肢体加语言努力想要表达出嘴巴被蜜蜂扎成嘟嘟的形状，但程毅都没有猜出来。此时好友谭健次在一旁提示他动作是亲亲，想要特指蜜蜂与嘴巴进行了接触，可没想到程毅居然说出金句第一次见面就亲亲吗？这句话不仅非常符合程毅老干部的人设，也成为了本期节目最大的笑点。在这个环节中，谭健次与荣梓杉则表现出默契十足的样子，想必经过几个月拍戏的磨合，让彼此产生了很深的友谊。在猜词时，虽然两人的方言并不标准，被队友吐槽，但创造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在看图猜明星名字与饰演的角色时，两人的默契与实力再次延续，成为了答题小能手，仿佛脑子里面拥有了影视剧的文件一般，以最快的速度可以在大脑中完成检索，创造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让其他搭档羡慕不已。可王鹤棣与杨迪这对组合的表现就截然相反了。如果说其他搭档是为了赢得比赛而努力，那这对搭档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为了互相坑队友而奋斗着。王鹤棣在《你好星期六》中的人设一直是大傻般的存在，而这期节目中秦霄贤不在，没想到他与杨迪的组合反而产生的另一种化学反应。在这个环节中，如果搭档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猜出明星名字的话，将会被处以泼水惩罚。原本以为搭档彼此会互相心疼对方，也会因为自己没有答出答案而感到愧疚，可没想到王鹤棣与杨迪在惩罚环节时，直接将手中的水泼向了对方。第二次被惩罚时，同样是因为杨迪的失误而没有猜出正确答案，杨迪立刻将王鹤棣手中的水全部倒入自己的盆里。这个动作不仅让王鹤棣心生感动，也让现场所有的观众误以为杨迪因为愧疚，选择让自己独自承受惩罚。可没想到之后却出现了惊人的反转，在椅子翻转的瞬间，杨迪将手中全部的水泼到邦和的脸上，瞬间打破王鹤棣的幻想与感动。不过杨迪这样的行为反而会制造出很好的节目效果，而王鹤棣也表示自己明白了杨迪的套路。在之后的惩罚中，两人又开始相互惩罚对方的操作，虽然答题成绩不好，双方也被惩罚了多次，但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让观众一直都持续在欢笑中。不得不承认，杨迪作为常年参加综艺的嘉宾，的确很明白观众感兴趣的点是什么，与王鹤棣一起搭档也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程毅在斗牛环节中再次展现出自己呆萌的一面，虽然何炅在一旁反复提醒他规则，但程毅依然搞不清楚状况，甚至还因为误解规则而做出高难度动作，将两条腿弯折，让棍子从中间绕出来。就连一旁的杨迪都在惊呼程毅刚刚究竟是什么动作，成为了场上最强过杆王。哥哥组在这个环节的表现也很有看点，信心满满的吴卓羲主动要求去挑战公牛，结果17秒就被过肩摔了下来。为了完成任务，林峰的动作十分迅速，却因为操之过急把道具组的木剑弄断了，而王鹤棣则在旁边大喊自己终于不是唯一一个弄坏道具的人了。经过各个环节的比拼，王鹤棣与杨迪组合以及女安全骂组合成功逃脱，免于被惩罚，而剩下的两组成员则需要经受服不服挑战，来确定究竟谁会得到最终的奶油铺面惩罚。
为了公平起见，将由荣梓杉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通过翻牌子来决定究竟谁被惩罚。干净了一整期的程毅成为了天选之子。不过即使被惩罚，程毅也随即表示奶油很甜。不得不承认，这种不经意的呆萌所创造出的综艺感，最能够创造出观众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下期预告中，节目播出时间恰好迎来了国庆的到来。好六团特意邀请生生不息的朋友们以及赵小棠来到了现场，以及众多名字里带有国庆的观众参与节目。嘉宾们需要通过唱歌比拼、才艺展示赢得国庆们的支持。究竟哪队可以赢得最后的胜利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吧。